二位叔叔，在此别过吧。保重。你们回府衙吧，我想独自留在这儿。包大人，我们也是来向您告别的。告别？告什么别？你们要去哪儿？去一个有情有义、快意恩仇的地方。有情有义，快意恩仇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江湖。他们几个是我们的同路人。你们去意已决，是我让你们失望了吧？是。杀死一个无耻禽兽有很多法子，你却坚持你自己的办法。我们两个做衙役这么多年，见得多了。包勉如果该死，那些朝廷的官早该死个精光。包大人，您的公正太冰冷，我们受不了。包大人，您的公平是秤砣，是铁做的，我们的心是肉长的，以后不能跟您鞍前马后了。您多保重。我的心也是肉长的。哥，关公的刀应该是这么拿的吗？别把关老爷刀弄坏了，给关老爷上个香。哦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，这偷东西还有那么多说法呀？那是当然，偷盗之前酌情判断能否动手，那叫智。智。凭空能猜到屋子里有多少财物，这叫胜。胜。行动之时一马当先，身先士卒，那叫勇。勇。盗完之后，最后一个离开叫义。分赃均匀叫仁。智、胜、勇、一人，这不是儒家之道吗？强盗想成就一番大事业，就必须遵守儒家之道，否则只能成为蝇营狗苟的鼠辈之徒。在这个江湖上，能配得上这5个字的侠盗，
也就只有我们大哥了。既然不想当鼠辈之贼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以四鼠自称呢？对呀，这是大哥提醒我们，别做鼠辈。讲究，讲究，太讲究了。少爷，射准点儿！别动！怎么，信不过小爷啊？拉弓射箭我信得过，可西夏人这玩意儿，我信不过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比弓箭可厉害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西夏贼人敢屡犯边关吗？不知道。他们仗的就是这神臂弓，能射300步。这再厉害也厉害不过老爷的镇关军。老爷的镇关军一来，保管他们闻风丧胆，屁滚尿流。行了，举好了。哦。苹果呢？老爷，爹，您来捣什么乱？哪儿来的这东西？哦，我找人从边关雀场捎来的，到时候给我的兄弟们一人配一个，给您的镇关军也都配上。镇关军怕是保不住了。镇关军怎么了？9400兄弟，为大宋出生入死，却遭小人算计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镇关军的行踪暴露了，被西夏人困在定川寨，6天6夜，水米未进。张元要拿镇关军换他的家眷，可皇上和王延龄恐怕不会答应。我弟弟怎么说？哼，肯定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。我这次进宫和他们理论，他们一定会用投票的办法对抗爹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人是忌惮你爹手中的兵权，想借刀杀人。蓉儿，你觉得爹该怎么办？您不会是要劫家眷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懂了。那个张元的家眷现在在哪儿？开封府大牢。行，他们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去把人给您劫回来。张东，召集人马，等着小爷命令。是。换。就。除了远在边关的范仲淹，在场只有张爱卿主张交换，3比1，朕就顺天应人，决议驳回张元的交换条件。张子荣，臣在，立刻草谕，责成范仲淹挂帅，率定康军营救镇关军，突围。是。好一个顺天应人，竟然决定了我镇关军的生死。皇上，您可想过，一旦营救失败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9400将士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朕何尝不想两全？可朕率领的不仅是一支军队，而是整个江山。军队没了，拿什么保江山？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都为玉碎了，江山必定成为破瓦片。圣上有旨，今有西夏小国犯我疆土，围困我镇关军于延州。朕以宽厚仁义为先，免除张元家眷，
牢狱之罪，以待西夏兑现解围承诺。今特命开封府尹包文正当庭释放张元家眷2人，交由枢密院张德林统辖交换一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领旨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此次奇袭之策乃我朝内绝密，然而镇关军竟然在行军途中遭遇西夏人的埋伏。在此期间，若非有人走漏了军情，这消息难道会自己飞到张元的耳朵里吗？商定奇袭之策，只有我们君臣4人，泄密者就在我们之中，此人一定别有用心。如果朕要是答应，不正中了他和张元的下怀。再说了，镇关军是西夏人的心头大患，如今已羊入虎口，要是张元得到家眷以后出尔反尔怎么办？皇上疏忽了，除了我们君臣4人，远在边关的范仲淹身为奇袭将领，也在知情者之列。如今是范仲淹促成的和谈，如果他和张元沆瀣一气，那我们将面对的是2个知己知彼的宋人。皇上，在泄密者尚未查明之前，断不能答应张元的条件，免得掉进他的陷阱。张元叛国投敌，逃到西夏做了狗头军师，已令我朝蒙羞。若是再遭他算计，非但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更令我天朝威严扫地。皇上，我镇关军已被困6天，等我们查出真相，不用张元动手，镇关军的9400将士将活活饿死在定川寨，请皇上速降旨交换。朕意已决，没查出内奸之前，绝不会轻举妄动。皇上圣明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出兵，那本官也就不跟你们废话了。国舅爷，您有何事？把家眷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国舅爷，包大人不在，您要找谁？等他回来，管他要人。包拯去哪儿了？包大人回家探亲了。探亲？逃跑了吧？给我绑了！是。人呢？少爷问你家眷呢？放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儿？包大人放的人。把他们给我关起来。是。别动。端午、面儿，等着我，我来找你们。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是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家眷到手了。去晚了，让人给放了。放了？什么人干的？押进来。张大人。你把包夫人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人就是他放的，我带人追到城外，
家眷早给放了。不过，我帮包大人捡回一条小命。怎么回事？家眷到底在哪儿？家眷在你手里，为何还要找我要人？一派胡言！你们居然敢跟本帅玩捉迷藏！张大人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你们什么意思呢？本官接到皇上手谕，让我把家眷交给你的人，若想对证，去开封府将手谕取来便是。来人，在，立刻去取。是。庸儿，你说在林子里救了包府尹的命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他要上吊自杀。自杀？还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现在就死无对证了。事已至此，那本帅就奉陪到底。如果家眷被张元的手下给劫走了，这件事情麻烦大了。庸儿，带上你的人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家眷给我找回来。找到之后呢？送去边关，2个家眷，先交一个，确保镇关军平安脱险之后，再放另外1个，否则就跟他们鱼死网破。爹，您放心吧。张大人，这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也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呢。包府尹，委屈你跟我走一趟吧。去哪里？见皇上。岂有此理！朕根本没有拟过这个手谕。臣亲眼所见，无论是内容、笔记、玺印，都无半点差池。回皇上，臣已经派人搜遍了整个开封府，并没有找到包府尹所说的那道手谕。包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臣现在没办法解释，但绝没说半句假话。那你为何要自缢？那是臣自己的事。包府尹，现在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事了。人是在臣手里丢的，现在手谕不翼而飞，臣有口难辩。但那3个假传手谕的人，臣记得一清二楚，可以配合画师绘出他们的长相。皇上，他们定是张元所派。现在家眷也许已经在逃往西夏的路上，臣恳请皇上火速派出800里快报，向汴梁以西各省下达海捕文书。只要抓到他们，真相自会水落石出。传画师。是。张爱卿想说什么？臣倒觉得，皇上和包拯在演一出戏。你什么意思？臣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。皇上觉得呢？朕倒觉得像是张爱卿的一出苦肉计。臣并无冒犯之意，但镇关军关乎到我大宋边关的威望，无论如何，臣非换不可。你是在威胁朕吗？臣是在提醒皇上。皇上，臣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张大人并非危言耸听，他已经派张子雍前去追赶家眷，一旦家眷到手，张子雍会私下跟西夏人交易。包府尹，你深知律法，私放侵犯，该当何罪？我没有触犯律法。皇上圣断。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将包拯押进大理寺监禁，查明真相，再行论处。是是。来，这吃点啊！哎，这牛肉不错。来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一块吃点吧。口渴，吃不下。哎，水。
过了前面的村子就是洛阳，吃饱喝足，抓紧赶路。到了城里，再找个歇脚的地方。我们不进城，从城郊绕过去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一切小心为妙。你只管护标，线路听我的。打水去。你要喝水自己去打，我只管护标，不管打水。我是金主，他们是镖客，你是镖师，你不管谁管？既然如此，定金拿回去，找个听话的。混账！什么？死了？3具尸体都停放在大理寺停尸房。是在哪儿找到的尸体？在去洛阳的路上，据捕快们说，发现时尸体也只是被拖进了路边不远处的草丛，上面寥寥盖了层杂草，可见凶手离开得很匆忙，没顾得上藏尸灭迹。微臣甚至觉得凶手只有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臣查验过尸体，这3个死者的致命处都有一个拇指大的窟窿，是被同一种罕见的兵器所杀。凶手手法精湛，一击毙命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能查出3个死者的身份吗？正在查，但希望微乎其微。包拯见过尸体吗？丫头就看过了，他说这3个人就是假传圣旨那3个人。皇上，微臣觉得这一切都是包拯在一手谋划。为什么？皇上，包拯是查案高手啊，必然知道最难查的案子就是死无对证。包拯虽然提供了劫狱之人的画像，但转眼这3个人就一命呜呼了，这似乎早在包拯的预料之中。段大人，那包大人为何要轻生？包拯始终拒绝回答，但微臣推测也是为了灭口。他先灭了劫狱之人的口，再灭了自己的口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再无法知晓张元家眷究竟身在何处，整个事件的真相也就石沉大海了。包拯自杀绝非自尽，而是早有预谋。皇上，非常时刻，臣建议您双管齐下，除了追查张元家眷，是否对包拯刑讯逼供？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皮肉之苦，又奈何得了他？朕了解包拯，他必有心结。要想让他开口，必须先解开他的心结。这如何能解？或许有个人可以。偷东西就偷东西嘛，还跟儒家扯到一起。哎，你们大哥叫什么来着？卢芳。想当初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结拜，如今这庙破败了，而我大哥也成了阶下囚，关起来了。他犯什么事儿了？那年我们偷康王府的九龙杯，失了手，多亏我们大哥仁义，替我们4个顶了罪，要不然现在蹲在死牢里的就是我们仨了。知恨一直不能去牢里探望大哥，大理寺那地方一点都不讲人情，愣是不让探监，只怕大哥会寒了心呐。没找对人，只要有银子，天大的罪，探监不成问题。就是，银子是小事儿，可我们找不到门路啊。哎，不是，二位大哥，怎么了？我们就是门路，明年帮你们疏通疏通。哎呀，谢二位大哥，谢二位大哥，谢二位大哥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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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慢点！
来，大哥扶我去。大哥，大哥。 段大人，包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见谁？见了你就知道了。包大人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尹前辈，大哥，我们都以为上次是最后一次见面，没想到还能在这儿碰上你，真是关老爷显灵啊！大哥，大理寺可是死牢啊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根本不是逃出来的，我上了姓段的当。谁？大理寺卿段安。走。大人，人都到齐了。去吧。是。你们4个明日一早就要问斩，想活命吗？不想的话，我现在就叫人把你们送回牢房。我想。想。本官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事成之后，不仅你们以前的罪行一笔勾销，还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，担保你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就这样，我们4个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如果不答应，第2天就是死。这再坏的勾当，也比死强啊！他让你们干什么？就是从早到晚，一直排练。排练？排练什么？首先是神似，你们要始终相信自己是宫里的殿前侍卫，入宫至少有10个年头。你们是禁军的佼佼者，你们盛气凌人，势不可挡。特别是你，到了那天，你手上拿的是皇上的手谕，办的是皇上的差事，嘴里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皇上的金口玉言。对他们的提问，你要能够对答如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哥，那你呢？他们让你干什么？我的轻功好，所以他们让我偷样东西。去哪儿？偷什么？开封府偷假手谕。我们用假手谕从开封府的大牢里骗走张元的家眷，然后我再从包拯那儿偷回假手谕，好让皇上无据可查。东西呢？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那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是这个姓段的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前天晚上，他让我们事成之后，带上张元的家眷，离开开封城，到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银子。段大人呢？他派这个女人来跟咱们交易，就等你了。人都到齐了。齐了，按照之前跟段大人约好的，你给我们1万两银子，我们立马把人交给你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先让家眷上车。先让我们看见银子。我说了，先让家眷上车。先，就按他说的办。一个女人家，咱们怕她干什么？我们交家眷，你交银子。
嗯。家眷我们交了，该你交银子了。这就给你。撤！就这样，我一路逃回到这个庙里。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兄弟们了，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。大哥，让你受苦了。能见着兄弟们就好。这位兄弟，贾守玉在哪儿？阿弟，这二位是？大哥，都是自家兄弟。贾守玉在这儿。包大人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老子他娘的宰了你！你想干什么？放下！把贾守玉收好了。老汉，走，回开封府。没人把守啊！这年头还有人敢打劫官府？走。喝杯茶吧，老夫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年轻人，才华出众，自命不凡，可他就是中不了举，当不了官。非但郁不得志，还经常因为辱骂官府昏庸而挨县令的板子。他受不了这样的屈辱，一气之下投奔了敌国。很快，被敌国皇帝所赏识，委以重任。从那以后，他把推翻自己的国家当作志向，辅佐敌国的皇帝发动战争，屡立奇功。前辈说的是西夏国师张元。没错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大宋。你为什么？也为了报仇？报什么仇？你媳妇和侄子。他们是因我而死，我找谁去报仇？哎，知道就好。老夫来之前就觉得，你还不至于糊涂到是非不分的地步。看来是皇上多虑了。前辈，您倒是把我说糊涂了。是你把大伙儿给弄糊涂了。现在满朝上下，恐怕都认为你是对家人的死耿耿于怀，悲愤之下通敌叛国，最后一死了之。哎，也怨不得别人，你就是自杀也不选个时候，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选这个时候。我问你，你死了，我闺女怎么办？尹小姐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人就是我。那你嫂子和儿子呢？没了我，他们能活得更好。幼稚！老大不小的了，居然还跟个孩子一样幼稚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报仇。只不过你的仇人是你自己，你是在恨你自己。没错，学生是恨自己。我为了公正二字，害死了端午跟勉儿，又伤害了嫂嫂跟尹小姐。我生命中最亲近的4个人全都离我而去。前辈，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。
喝水，喝吧。两位兄弟，包大人怎么样了？包大人被关进了大理寺，落到了段安的手里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给包大人平添灾祸，都是卢芳的罪过。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包大人救出来。是，救出包大人，我们义不容辞。请两位兄弟说，该怎么救出包大人？要是知道怎么做就好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包大人怎么被抓的，我们就怎么救出包大人。老夫再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还是从前，有这么一个年轻人，他资质平平，但勤勉好学。他从小就立志要为百姓做主，做一个公正不阿的好官。他比张元幸运，17岁就中了进士，前途无量。可他入朝以后才明白，公正不阿，就意味着要与最有权势的人为敌，一不留神，就会万劫不复啊！光是应付尔虞我诈，就让他焦头烂额，哪还顾得上为百姓做主？从此以后，他就知难而退，学会了得过且过，成了全朝廷最会装糊涂的人。以前老夫也劝过你装糊涂，可你不听。现在你反过来问我值不值？我告诉你，值。这是老夫一辈子想做而没敢做的事。学生懂了，前辈。那这个案子您怎么看？哎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断案？还是想想怎么自救吧。笔记一样，天衣无缝啊，真是绝了。哼，我这蒋平弟弟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这造假的本事啊，可是一流的。哎呀，我回来了，弄到了吗？弄到了。哎，你这弄的谁的衣服呀？太监的。我让你弄侍卫的衣服，你弄太监的。我只能弄到太监的。再说了，太监传手谕更合规矩。皇上，尹大人到。老臣参不必多礼见皇上。谢皇上。和包拯谈得如何？回皇上，老臣认为，包大人是清白的。何以见得？他自杀不是畏罪，更不是想以死鸣冤，而是生无可恋。生无可恋？一个案子赔上了一家人，死的死，走的走。铡陈世美是给了天下人一个交代，轻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老臣的答复，不知能否解开皇上的猜疑。朕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包拯会通敌叛国，朕让你去探监，正是为了印证这一点。驸马的案子，朕确实愧对于他，可是朕有朕的苦衷。皇上圣明。你也担任过府尹很多年，不知对家眷的案子有何看法？说起断案，老臣就自惭形秽了。想必皇上也清楚，天下能够解开这个谜团的人，就在大理寺的牢房中。可是包拯有罪在身，朕要是强行释放他，恐怕难以服众。皇上，非但如此，还会打草惊蛇，
皇上何不下一道手谕，以御审的名义将包拯带来见你？这个主意好，你现在就去办。是。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只留流传，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